蘋果系統牢不可破的神話正在被一點點撬動，而且這一次出手的是中國團隊。據盤古石取證公眾號消息，奇安信旗下的盤古石團隊已經成功突破蘋果 iOS 26.1 的系統提權限制，實現了對 Telegram 等應用數據的取證提取，支持範圍覆蓋 iOS 17.0 到 26.1。這個消息本身就足夠震撼，因為它直接擊中了蘋果安全體系最核心的一層——系統級權限與應用數據隔離機制。長期以來 iOS 被認為是移動操作系統中封閉性和安全性最高的一套方案，不僅普通用戶難以越權，執法與司法取證同樣面臨極高門檻。而這次突破意味着中國在高端移動取證領域已經站到了全球第一梯隊。在封閉的系統，只要足夠複雜，就一定存在可被利用的系統性漏洞。蘋果的安全並不是不可破解，而是破解成本極高。當投入的人力時間和技術積累足夠多時，所謂的銅牆鐵壁也會出現縫隙。盤古石團隊能做到這一點，背後是多年對 iOS 內核機制、沙箱模型、權限鏈路的持續研究。這也是國產安全廠商在底層能力上的一次集中展示。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對普通用戶來說反而是一個需要冷靜思考的信號。很多人選擇 iPhone 是因為數據更安全，隱私更可靠。但現實是，安全從來不是絕對的，它只存在於威脅模型之中。對個人用戶而言， iOS 的高封閉性確實能擋住大量低成本攻擊，但在國家級、司法級、企業級安全場景下，只要合法合規、技術到位，蘋果同樣無法成為信息孤島。把視角拉回國產手機和系統，繞不開的就是華為的鴻蒙系統。與 iOS 和傳統 AMD ROID 不同，鴻蒙從一開始就強調分布式全場景和安全可控。尤其是在新架構下，鴻蒙通過更嚴格的權限拆分、更細顆粒度的調用控制，以及對系統關鍵模塊的重構，試圖在可用性和可控性之間尋找平衡。它並不追求像 iOS 那樣極端封閉，而是強調在可審計、可管理的前提下實現安全。這種思路在政企和關鍵行業中其實更有現實價值。那安卓好還是蘋果好？如果從是否容易被普通惡意軟件攻擊來看， iOS 依然有優勢。但如果從是否可控、是否可審計、是否適合複雜安全場景來看，定制化 AMD ROID 和鴻蒙反而更靈活。安卓的問題從來不是不安全，而是生態碎片化和權限濫用，而不是系統底層天然薄弱。當安卓被深度定制，權限模型被嚴格約束，它的安全上限並不低。這也是為什麼在取證、安全、執法等領域，真正被看重的不是你用的是什麼系統，而是這個系統是否能被理解、分析和驗證。蘋果的封閉讓安全研究和合規取證長期受制於廠商本身，而國產系統的可控性則給了本土安全團隊更多發揮空間。盤古石這次在 iOS 上的突破，恰恰說明中國安全技術已經不再依賴系統廠商賞飯吃，而是有能力正面理解並應對最複雜的移動系統。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普通用戶要開始恐慌。恰恰相反，真正成熟的安全體系是既能保護用戶日常隱私，又能在合法合規前提下支持必要的安全取證。蘋果、安卓、鴻蒙走的是三條不同路徑，沒有誰是絕對正確，也沒有誰天然失敗。只是隨着國產安全技術的不斷進階，曾經那種蘋果等於絕對安全，國產等於不如人的刻板印象正在被現實一條條推翻。手機安全的終極答案可能並不在於你用的是哪一個系統，而在於這個系統背後是否有足夠強的技術能力、透明的安全機制，以及能被社會信任的規則邊界。這一次盤古石團隊給出的不只是一次技術突破，更是一個信號。中國在移動安全與取證領域已經有了和蘋果正面對話的底氣。你覺得這對於你來說是件好事還是壞事？評論區可以聊聊你的看法。